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啊！昨天晚间看到这个美国，举办了一场川普上任前的胜利集会啊！哇，这个声势非常的浩大，可以容纳2万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在华府这边哦。那川普就举行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胜利集会啊！所以他这一次的这个就职哦，哇，前后后像周年庆一样哦，就是活动非常的多，密密麻麻，哪怕在就职前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造势大会哦。那他在这个就职前的这个演说，他重申了多项竞选承诺，就说要让美国再次安全、伟大、健康、强壮、骄傲、富裕，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哦，都是伟大的胜利，甚至又酸了拜登一下。我们来听一下。Every radical and foolish executive order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pealed within hours of when I take the oath of office. Oh,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fun watching television tomorrow. 对，看电视可有乐子了，他很懂得这个群众要什么哟，所以他说1小时之内，他要把拜登所有愚蠢的行政令通通删除哦，那甚至要连发100道，就是刚刚亮哥有讲，有的说100道，有的说200道啊，反正就是行政命令连发，砰砰砰砰砰这样接着发，他已经签一叠了，对，所以就是这个仪式感要足，这个声势要浩大，这就是川普的个性啊。那他说这个贸易政策也在本周要开始启动，可能要动摇全球的金融市场，他就喜欢这种感觉，那全世界都因他而乱了起来，动了起来哦。那再来就是他鼓励更多的企业在本土这边要制造产品哦，为美国政府增加收入哦，甚至还有外交格局的巨变哦，就是有华盛顿邮报根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呢，就是川普现在就说，哎呀，这些资深的外交官哦，就是差不多可以走了呀，就只是从他们幕僚来指示大量的资深外交官可以辞去国务院的职位了，因为呢，接下来呢，他会有他自己的人马，也就是他要跟拜登政府做一些切割哦，迅速改变国务院的基调，而且要在这个内部呢，扫荡非法移民哦，他现在已经签了非常多的这个行政命令哦，已经开始动起来了。那再来另一个聚焦点就是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啊，他一直对外在讲啊。他要在上任的100天之内，要跟习近平，就是他想要去中国大陆再访问一下哦，加深与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哦。那现在好像都是他单方面一直在放出这些话。那目前呢，双方好像已经有知情人士说有一些透过代表来对话讨论见面的事宜哦。那选项之一呢，也就是反过来就是川普邀请习近平访美也可以是选项哦。那再来，一方面邀请，一方面想见面，一方面还想要打这个关税战。美国媒体 Politico 的专栏就讲说，川普打算用这个高关税来限制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哦，但是关税恐怕只有短期作用，科技出口管制以及对外投资限制才是关键。大陆的媒体回应呢，就是人民日报讲到了，川习通话呢，其实为了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良好开局注入了信心哦。那他说最好呢，这个中美两国有广泛共同利益跟广阔的合作空间哦，可以成为伙伴跟朋友。但是港媒讲说，每次川普都来这样子啦，之前上一任也是啊，也是访问了中国大陆，也是邀请了习近平去到美国的访问啊，马上又开始打起了这个贸易战哦，所以它都是一个先有后敌的做法。先榨取中方的利益之后，再挥动大棒来换取更多的时间发展经济跟改善民生哦，这样恐怕才有本钱跟川普继续来周旋。那中国大陆的媒体还有点出来，就说这次川普找习近平通话哦，好像也有5点的不寻常。一个是时间的选择，通话时间刚好是川普即将要这个就任的前3天哦，显示出来这个时间节点是精心安排哦。那中方在通话当中也再次祝贺川普当选总统。那川普对于这个习近平的祝贺也表示了感谢，他也在通话当中表示期待尽快见面的一个愿望哦。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保持长久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的讯号，但是事实上上任之后会是怎么样，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这个一定是朝这个方向进行啊。倒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经济巨浪大家都已经系好安全带了，等着川普上啊。那这个接下来晶片制造恐怕要回归到美国，还有 AI 相关的这个监管，他们说要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这个半导体制造的发展以关税作为手段。另外呢，还有他讲到了要做一些虚拟币，就是说他要推出一个加密货币，叫做川普币哇，这恐怕也是他一个很新的一个作为。还有这个俄乌战争，他说放话也要赶快来结束，已经着手在跟普丁来会谈了。如果能够结束俄乌战争，恐怕对于这个世界整体的格局、经济上面的影响也都非常的大。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中国的2025年的状态比2017年要好很多啦。因为2024年数字刚出来嘛，它全球贸易顺差将近1兆美元。1兆美元。而且产业升级也成功了，就是2025的中国制造。这个事实上那个连《经济学人》《金融时报》都刊了专文承认这件事啊。中国大陆现在第一大出口是集成电路1500多亿。那第二大是手机及周边，第三大是电话及周边，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然后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跟太阳能产品。它超过1兆人民币，所以也是1000多亿美元。所以我坦白说，川普所面对的中国比2017年还要难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川普一向都是这样啦，因为我一直把他当作谈判专家啦，就是要先过招一下啦。所以就要把好话先说尽，说我们两个大国可以做很多事啊。那我100天内想访问中国那我认为川普一定会访问中国啦，因为他这个人自信，太过自信，他总认为他可以看穿你这样所以他一定要跟你见面，然后在讲话中来判断他什么东西拿得到这样因为如果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600亿美元，坦白说这么大的金额你要弥补这个顺差，我讲白了啦，除了能源跟粮食之外，你其他根本补不上这种金额啦。除非你科技战禁止的那1400多项，你全部解除了。不然中国要买的东西你都不卖啊。那你叫中国要怎么减少贸易顺差？你总不能逼大陆买牛仔裤嘛。那不可能嘛！所以我的意思说，中国大陆一定会跟他讲大实话，说你要叫我买什么我都买不到啊。坦白讲，你即使半导体的什么东西都愿意卖那金额也不大。对啊，真的能源跟粮食是最大的。那这个就是要好好谈所以我认为中国会出大招啦。说你半导体你就解除管制那我们就好好来谈了。所以。值得关注了，因为中国现在底气真的比2017要好很多所以接下来会很精彩了。来问一下赖老师，川普在就职前做了3个动作，这个动作有庞大的政治意涵。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五角大厦的陆海空军的参谋长以上的几乎所有的高阶的军官将领全部都 fire 掉。他要换一批全新的，而且不用等待衔接这个是很罕见的，因为一般来讲，在军队通常都是希望永远保持有指挥官在位置上，这样子确保这个军队的安全跟指挥调度，也确保国家的安全。但川普他的评估认为，美国没有受到立即的危害的风险跟可能性，所以你看他的第一个，把五角大厦拜登任命的这些所有的高阶的军官将领上将3颗星以上的，全部几乎都 fire 掉。这真的是很罕见。第二个很罕见的动作，就是在他就任前，国务院的这些高阶的官员，也就是几乎是师长以上级的全部都 fire 掉，20-30个人所以从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驻青等等，全部都 fire 掉。每个部门，
而且不用衔接啊，18号就叫他们滚蛋，连驻中国大使的大使馆的大使伯恩斯，叫他16号、18号嘛，就滚蛋了啊，不用再等了啊，我的那个也不用等到新的任命到，你就给我下台一鞠躬，全部都解除。然后第三个大的动作就是他明天宣誓就职到参议院的总统办公室，他要开始签署几百件的，有人说100件，有人说200件的行政命令。这行政命令刚刚我们也看到他的演讲里面，就是要把拜登的所有在他败选民主党贺锦丽败选之后所通过的一系列的行政的命令全部都推翻，而且还有过去的行政命令全部都推翻。例如说这个近海可以开采石油天然气，页岩油可以开采所有的 TDOG 可以恢复使用，所有的全部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推翻掉。他做这3大动作，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告诉美国人什么事，告诉全世界说拜登时代结束了。不但结束，而且我不给他任何情面，意思也就是说我非但不会延续拜登的政策，国防政策、外交政策、内政政策各方面我非但不会延续，而且我全盘推翻。所以现在如果还有人用拜登所留下来的政策来推断川普可能会怎么用，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的思考就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昨天的晚会里面，马斯克在哪里？马斯克请来拥抱，但是他的副手嘞不重要他的副手不重要，也就是他的副总统是小老弟。可有可无，摆在哪里？他副手是谁？然后他坐在哪里不重要，但是他知道他一定是在这个会场中里面某一个角落或者某一个位置。但是马斯克是他真正最重要的人，为什么？马斯克会是一颗最大的国旗。第一个，他没有正式的官位，所以他不负任何责任。他可以冲锋陷阵，他可以去搞乱整个欧洲的所有的政党的派系。而且你还不能说他介入他国的内政，因为他是一介美国的公民，但是大家都知道，川普对于他的信任重用已经高过于现在的他的副手的副总统。刚刚我觉得郑亮谈的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10年内，他所推动的2025，也就是说他的意志实现了。现在中国大陆进入了新质生产力时代了，这是一个新的未来的10年，这个新的未来的10年，就是中国大陆的科技产品的品质要比 G7 至少要同等级，要不就是要超越 G7。我觉得中国的实力已经不是你 G7 所能够或者美国所能够打压的了。好，来请教舰长。这个川普是一个非常异类的这个人物，他的很多的行事作为，包含刚刚亮哥或赖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哇，这么奇怪的一个人。但是我坦白说，我对川普的上台我是抱着期待的。我说给你听，我说的这个理由。第一个，过去7、8年甚至10年，全世界是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底层的原因就是修习底德陷阱，美中争霸。也因为美中争霸，台湾被华盛顿当成了一个棋子，因为只要按这个台湾，北京就会跳。所以他就是当作这是一个最好的棋子，所以民进党一直在说美台关系是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美国要抗中，把你当做一个棋子。所以如果修习底德陷阱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两岸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就没有这么多的灰色冲突。那接着我们来看修习底德陷阱怎么解决呢？第一个，中美打出一个冠军，可能吗？如果当然有可能，但最起码要10年、15年，还很久。还有第二个，就是双方是不是能够相互的承认你是这个世界的强权？我们不要争了，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来共同为这个世界的和平、经济富裕来一起来努力呢？如果能够有这第二个，就好像他们也昨天也终于说出中国，他们很少说中国是强权了，他现在承认他是强权了。那他如果承认是的话，他就不要再打下去了，大家一起合作。好，接着你再来看，在所有的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里面，有谁会承认两个是强权？算了，我们不要打了，我们好好的来一起相处呢？我跟你讲，只有商人。
像拜登那种传统的政治人物，满脑袋的就是我们美国就是最优秀的，我们美国就是世界的精英，这个中国怎么可能在我们上面呢？可是拜登哦，他是一个商人，你就在想，他就是唯利是图，他已经过去打了7、8年了，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再打下去会成功吗？也不可能。所以商人是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希望未来川普能够认清到这中美两强是可以共存的，只要他能够改变这个观念，不要再打下去，对全世界都是好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昨天是让美国网友崩溃的一天，因为 TikTok 真的是停止营运了，所以他们竟然出现最高的一个关键字叫做 VPN， 他们竟然也要开始翻墙了。在美国那么民主的一个地方，那么民主的一个国家，他们想要用 TikTok， 大家在搜寻 VPN 啊，哇，这个以前都是美国拿去，好像说中国大陆才需要用 VPN， 结果现在美国自己也在用哦，但是很抱歉啊，用了 VPN 还是不能用 TikTok， 很多网友说不行，然后就崩溃了，甚至连住在加拿大的人都讲说，为什么我在加拿大我也不能用啊？奇怪了，真的是变51州啊？怎么美国的禁令加拿大同步也被禁止了？那所以这个川普就讲说他就职日啊要暂缓执行的禁令啊 ，TikTok 也在其中，所以 TikTok 就回应了，就说现在目前正在恢复美国的服务，心情真是三温暖呐，一下子禁，一下子又恢复啊，就是在这么一天之内这样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命运转变，所以据说现在先续命90天，也就是3个月左右哦。那但是呢，接下来可能会希望就是其他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来持有 TikTok 50%的股份，这个可能细节还在谈当中啊。但是有一些美国的网友就已经发影片，就是没想到这一次因为 TikTok 禁令，他们转移到小红书但是 TikTok 又要恢复了。他们讲说他们要留在小红书，因为发现小红书更好玩，因为小红书还可以直接的跟中国大陆的一些网友接触到，有一些中美文化上的交流所以他就讲说我会留在小红书，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跟中国人以及其他世界的人在这边聊天感觉好像又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甚至在这一波，大家不是说有一个小红书的大对仗时代吗？大对仗时代就是前一波是什么？就是让美国的人、美国的一些民众发现到说原来中国大陆很好玩，原来他们的生活很棒。那但是呢，另一个发现是什么？第二波的大对仗发现原来美国人很辛苦，美国人民忍的很多，因为一般美国好像释放出来的就是他们自由民主钱很多嘛，然后一般的这个劳工动不动就要上街抗议啊，好像就是很难管很怎么样的。结果他们说不是原来美国的劳动人民更能够吃苦他们讲说有些人还得要一天工作16个小时，打3份工，一天吃1顿饭，还要吃那种不会饿的药，然后连午餐都要贷款，学生贷款一辈子还不完，生病也要靠止痛药扛着，甚至还有一些退役的一些军官他们讲他们的军服参军军服要$800，住的军营要缴房租，甚至防弹衣这些装备也得自己购买甚至有些人讲说他在阿富汗服役，撤退的时候就说命令叫他把装备留在当地，就回来之后军队叫他赔偿，他说是你的命令呢，我还要赔偿，然后就让他们军官因此还背债他说那是谁要为你美国打仗就他们还有拍一些影片都放在小红书上头那还有呢，有美国网友就是对账就发现就是聊一聊你们那边学费多少，我们这边学费多少，结果听到中国大陆的学费他崩溃了，他怎么差那么多他说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还不完。我们来听一下。I'm chatting with a new friend in China, and their law schools are $798 per year, which just makes me feel so angry because I have like $450,000 in debt just to go to law school. And I'm explaining this extremely bonkers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a slave contract because I'll never be able to pay back these loans for my entire life. Like,
or in my lifetime, I will never pay back my student loans without a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 对，我们刚刚来宾们议论纷纷，说哇，怎么价差这么大哦？这个亮哥还说，以前耶鲁也都没有那么贵，但他们现在这个价格，拜托我那是几年前的，现在应该这个价格物我那是价30几年前的。那我们来给大家换算一下哦，一年大概是2万多台币哦，就在大陆念法学院，那等于说你大概4年念完的话，可能10万块台币。但是呢，他说他念完美国的法学院哦，欠下的是1350万台币。差不多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还完，真的，我们一般上班族一辈子可能都赚不到1000多万这样的这个数字哦，所以人家才发现原来美国这么惨呐、就是不但当兵惨，然后一般人这些面临到的学贷、房贷种种的钱那么多那么大的压力哦。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很多 TikTok 上面转移过来的外国人现在开始在 Duolingo 在开始学中文了，我们来看看。Okay. Easy, easy. Too easy. It looks like it's a flag. It looks like a flag. 中国 It's easy. Just a box with a pole. It's a pole with a flag. I can do it. So easy. Too easy. Oh, this is the guo. Oh. So the first part with the flag, that was just a zhong. Look, this little. Let's do 中国. So it's a flag, right? So it's a flag with a pole. And then the guo, make it big. It's a house. And then inside we have a forward facing E. And then we have a backwards facing E. And then the little E baby. And this is 中国。2个1。对，没想到我们有生之年会看到那么多美国人开始学我们中文哦，就是啊，真的是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强起来了，所以才能够看到这样子美国来学中文的这一幕哦，所以很多人就说心理平衡了，因为我们从小大家都是学着 ABC 长大的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小红书现象，就讲说恐怕接下来要延伸了，就是 CapCut， 就大家可能有在剪辑的就知道，这是剪映的外国版，那他们就是现在就讲说哦，恐怕在美国境内也是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的哦，甚至他们讲到了另一个新的目标，就是 Insta360，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讲说啊 ，NASA 美军都在用哦，这可能会有国安问题呀，又在找下一个目标，就像是华为之后 TikTok、小红书，再到 Insta360，又一个这个国安问题嘛。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其实小红书啊，小红书有一点蛮厉害的，因为它非政治啊，那它是让你去选兴趣嘛，所以我认为它的普及性最高。它抖音因为还是有政治嘛，有一些人就是不喜欢政治，或者是政府会有一些主张啊，所以小红书的那个中美双方老百姓的接触，我觉得就是最自然的，就是最贴近生活的啦啊，因为我也是用户啊。我就看他们上去他们在干嘛啊，都是问很直接生活的东西，说这个你要花多少钱啊？就对账、啊，对账，然后说晚上你敢不敢出门啊？都讲一些很身边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中国旅游开放免签，我认为效果还要更大。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人会故意来乱啦，比如说有人会来。说他是同志这样，那还会有人来跟您谈天安门事件，可是极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络上的很自然的接触啦，让你接触到真实的中国。那个免签也是啊，免签就是让一些旅客可以接触到真实的中国啊。那小红书当然它扩及的面会更大了，这个就是。我不用到中国旅游，我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兴趣嘛。比如说你可以点旅游啊，更方便啊，方方面面的哈。所以，不过 TikTok 会有解啦。川普已经提出方案了，他说90天应该就让它恢复正常。可是呢，他希望最终的方案能够让美国入资50%啦。这个太想太多了。对，反正他现在就先提方案，他都这样了。对，他会先提个方案。以前是要卖，
对啊，现在是50嘛，啊，那90天基本上可以酝酿修法了。那就看参众两院怎么看这样。所以现在美国人已经透过小红书在真实的了解中国大陆。那我们反倒台湾呢？我们台湾好像没有这样子哦。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小红书跟我们的预测一样，哈，速度很快，一键翻译已经出来了，软件已经出来，直接可以下载啊。这是第一个，它可以翻英文，中国速度，对，马上就出来了啊，已经有人在做实验了，啊，6个小时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实验。那它本身可以翻成英文，可以翻成法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但是问题就是它现在啊一键翻译中就有限文字稿，就是你有文字这个部分它可以帮你翻，语音的这个部分还没办法帮你翻。可是我觉得接着 AI 的翻译就会出来，也就是语音的辨识它可以翻了。我觉得这个小红书现在的决策层应该是应该是加紧工作了啊，然后一堆工程师啊，还有一些翻译人员已经都开始在想办法，在解决小红书的国际化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对小红书来讲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学习中文，像我们是正体字、繁体字的学习者，可是，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对外国人来讲，简体字反而可能学得更方便、更快了。这个就是当初大陆啊，他们在对于普及农村的这个识字教育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正体字就繁体字转为简体字，也便于教学这个部分，对外国人可能就比较方便上手啊。但是我们希望最终啊，等到外国人都学会了中文了以后，再回过来学我们的繁体字。我们也希望大陆的朋友也回过来学我们的繁体字。你不要给他压力那么大。不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以后大陆的朋友，那个国他就要学1个礼拜，就不是那个背对背的一啊，对，那个背对背的一就比较快啊。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美国的政客的不负责任呐，因为把 TikTok 关掉啊，它不只是消费者。不只是使用者，不要忘了哦，在里面有很多交易哦，有很多厂商订单下货备料，全部都被打乱了，物流也被打乱了。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好，来温监长。其实川普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会怎么样做事，你从 TikTok 你可以看得出来哦。你去想想看，你是川普，我今天就是严格的禁止 TikTok， 对美国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他有多少人利用 TikTok 在发财？好比说，他有10亿美金的奖金，点阅率高，我就给你奖金。这样子过生活的人有170到340万。他有700万个小型的企业在上面卖货，他有网红在这样子卖，他还有一些活动，你可以去参加拿奖金，可以拿一些奖品什么等等。你给他禁止了之后，这些通通都没有，影响很大的。所以对川普而言，他就是我进了之后，对我美国经济有什么好处？他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好处。然后接着你就看他的习惯，其实商人都是这样。我先给你开一个这么高的条件，我全买，不能买是不是？50-50。如果90天之后这个 TikTok 不卖呢，也许是60-40。但是记住，最终你一定要给川普一点面子。你说我从头到尾我都不动，那川普我保证你把你给禁掉。就你要让他觉得。经过我的努力，还在你们赚钱的能够赚钱，然后我美国也进入这个，所以我在想，也许好比说51-49，50-50是不可能的。为什么？2个一样大，听谁的？你到商界去闯你就知道了。51就是老板，49就是出资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些改变。然后第二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美军的装备缴好像很不合理。我告诉你，我在军中退伍，我也要缴我装备，你知道吧？有些东西是所谓的消耗品，袜子、内衣裤是消耗品，你可以不必。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像海军的那个很大的那个礼服，白色的衣服，我统统要缴啊！什么夹克，好的夹克、大衣，如果你不缴，要罚钱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都差不多。然后最后一个，我再说这个学费哦。当初我在读波士顿大学，我到今天都印象很清楚哦。我们学校，我那时候跟人家讲，我们学校只有2种人。第一种就家世很好的人，你看他的爸爸妈妈开什么公司什么，哇，很有钱的。还有第二种就是像我这种人，公费生。我到今天我都读不起波士顿大学，因为很贵啊，非常贵。可是我跟你讲，哈佛更贵，是啊，MIT 更贵。我们这3个学校都在波士顿成3角鼎立。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哦，因为这个川普啊，他其实不是在1月16号的上午嘛，也就是这个东部标准时间哦，他公布了一份黑名单，他里面讲了一番话，他说新一届的川普政府已经为美国政府招募超过了1000人，他们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哦。那未来几年，您将看到他们工作的成果，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很快就要实现啦。为了节省时间、金钱跟精力，那话在这边重点来咯，请不要向我们推荐或者是推荐那些曾与以下人士合作或受到以下人士支持的人，比方说被我称为笨得像石头的波顿，还有鸟脑袋这个海莉，以及这个彭斯，彭斯没有错哈，或者是任何患有川普狂热症的人，哎呀，他举了10个人，结果呢，我们台湾中奖率超高啊，等一下中了3个，统统都跟他们见面哦。就是我们是不是算是他最后一项，就是受到以下这些人支持的人？我看彭斯不是受到这个等于说这个赖清德的接见嘛，1月17号的时候哇才见面哦。你看1月16号人家在 po 文，你1月17见了彭斯，然后呢，这个去年的8月见了海莉，鸟脑袋的海莉，然后呢，这个2023年的5月的时候见了谁？笨得像石头的波顿。哎呀，赖清德集满3张，10张黑那个好人卡，就是换黑名单卡，我们集到了3张。2张是蔡英文。好，所以呢，那这个川普是不是要告诉台湾，注意哦，有些人打着美国的名号招摇撞骗，或者是要提醒有些人不要跟我讨厌的人走得太接近。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川普上任哦，东南亚局势恐怕会要改变嘛，因为首当其冲，现在南韩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哦尹锡悦这个戒严令的这个问题嘛，现在被拍到啊，就说这个被羁押，而且呢要继续住在首尔看守所，那依照规定要仔细接受体检，然后拍入监照、换囚服，然后住在大概3坪左右的独居房。现在呢，这个南韩公调处提交公文，就是因为怕尹锡悦湮灭证据，所以禁止他跟律师以外任何人见面哦，避免证据遭到销毁哦，一直要到尹锡悦这个持续到起诉他为止。还有呢，他现在下个月应该会要接受内乱罪的受审，一审判决应该是在8月份的时候会出炉。不过尹锡悦的支持者很生气啊，我们直接来看看画面哦。因为这个南韩法院19号凌晨呢，他就裁定羁押尹锡悦，所以这也算是南韩史上首次有现任总统被羁押，他的支持者就闯入了法院破坏，至少86人被捕。那地院外呢，有大批尹锡悦支持者听到这消息之后痛哭流涕，无法接受哦，甚至跟警方爆发了肢体冲突。有些人就要闯入法院来泄愤，还用灭火器当武器，成功翻墙进入之后在院内呢大举砸坏一些建筑物、墙壁跟门窗玻璃哦，甚至还破坏一些设施，想要上楼找到法官的办公室来理论，来这个就是跟他们讲道理嘛。所以看起来那个韩国内部的场面也是相当的火爆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美日韩的关系是会因此松动呢？川普马上就在今天台湾凌晨时间就要这个上任了。那他被透露出来，谈到了尹锡悦谏言，他还调侃说，还有人说我乱，看看南韩呐的确现在南韩的状况，我们看就是哪怕是宣判都有这样一番的暴动哦，所以他就说，每个人都说我制造混乱，但是你看南韩，也就是说，好像言下之意对尹锡悦不是就是不以为然那种感觉哦。那这个目前南韩的政治动荡也被他拿来调侃一下。那石破茂呢，也在这个现在目前川普对日关系不明朗的情况下，有点担心，所以他积极的要跟这个中国大陆恢复一些关系赶快想要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因为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要求日本要提高驻军的费用而且对于美日韩3
三国的安全合作态度是消极的，跟拜登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石破茂啊，也是要为了川普再次回来之后呢，可能他的立场比较强硬，现在做足准备。但是现在目前美日同盟，有些学者讲说，仍然是印太地区主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看接下来这个川普上任之后，石破茂怎么接招，或者是韩国接下来下一任领导人会怎么样接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彭斯他来亚洲不是专程到台湾呐、他好像有去3个地方啊，那他大概跟台湾表达意愿，我们就接受了这样因为也没几个人可以见得到。我目前如果是民主党那边，那你见的不是更尴尬？那如果是亲川普这边，我看他们都在忙别的吧？这个川普非常明显嘛，就是说他执政100日要访问中国大陆，所以你就知道他主要就是希望台湾不要变成变数，这样就好了。他坦白讲，我认为川普前半年没有时间理台湾呐，他要处理俄乌，那还要去大陆，他俄乌本来不是1吗？对，现在增加2个0，对不对？搞不好以后要增加到6个月。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先要去中国嘛，因为俄乌跟中国大陆也有关，然后他还要在国内搞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所以他事情很多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不要让川普皱眉头，台湾就对了啦。那我们没有吗？彭斯当然会让他小皱眉头。你到底在干嘛？然后他的那个贸易逆差的川普关税很快就会出现嘛。那台湾要抓紧时间，好好表达他愿意跟美国买什么啦。大概只能这样。我真的想不出台湾能够出什么牌因为另外就是台积电被抓着再去投资这样。那这个他那个执政展现权力的动作一大堆啊。那今天就在那边签行政命令了有人说100，有人说200反正就在那边签，还登了一个大照片在那边签那第一个行政命令叫做，在美国性别只有2种，男生跟女生。那第一个行政命令所以你就从这里你就看出来内政还是居多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台湾就是稍安勿躁，不要做出让川普注意的事情你没有被注意到，可能反而安全，就是好事了，是不是？我觉得目前是这样，因为他现在一副就是到处要找麻烦的样子嘛。那尹锡悦这一个他被羁押，其实对他是非常不利的。那看到尹锡悦的群众这么激情民众党一定会觉得我是不是太温和了？民众党吗？当然啦，柯文哲不是被羁押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尹锡悦他被羁押，就表示那个公调处认为还有很多事情他不回答。事实上，据我了解，他是不回答，他行使缄默权。那行使缄默权，公调处当然非常火大就把你羁押了。那羁押就会造成一个大问题，他宪法法庭那边的答辩他去不了。那这个本来是尹锡悦排的局这个会影响非常大。因为宪法法庭要开5次庭嘛，那尹锡悦本来是认为他有机会去做个 speech，那你如果连这个露脸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就栽在司法手里了，跟柯 P 一样。就本来你那个到宪法法庭，他就是要打那个政治牌嘛，那你现在变成那个政治牌出不来，那美国就丢包了。美国这个国家是很现实美国虽然比较希望尹锡悦能够撑住国民力量党最好补选能选上，可是你如果这么做，我也帮不上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他来讲是相当致命的。就是你如果宪法法庭去不了，然后我不知道宪法法庭要如何安排他去出庭如果现在就变成是这个公调处这边检方这一边，如果采硬的，
如果不让他过去，那事情就大条了。不过坦白说，那个宪法法庭判决要拖到8月，这个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样韩国真的会乱。因为他的法律是规定半年内判决，那判决确定后2个月内改选，那这样等于是要搞到今年年底才能10月才能够改选总统。韩国受得了这乱这么久？他们我看就完蛋了。今年你等于是面对川普，那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正当性的领导人，因为你一定要去跟川普见面吧，对，不然川普就去见金正恩了啦。我跟你讲，所以对韩国我觉得是相当不利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来问赖老师。民进党主持的外交部啊，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啊，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都看不清楚。川普的旁边的这一些政治骗子、政治诈骗犯这么多，还拼了命把他请过来不管是蔡英文时代，或者是这个赖清德，特别是赖清德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因为选举也结束了你也没有要选举，美国的选举也结束了。川普对于他第一任的时候的这一些国安团队，他的态度难道你判断不出来？难道你不知道他有多厌恶他的第一任的那些国安团队？他厌恶到什么程度？你看庞贝奥，你看波顿，你看所有的，几乎他每个多么的厌恶。他认为我的第一任的错就是都这些人把我搞坏的。然后你还争相恐吓的，还想办法把他们请来，而且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请问你每个人给他多少钱？几十万美金，公布嘛？你给彭斯给他几十万美金，你给海利，你给波顿，你给庞贝奥，你都给他们多少美金？我觉得我们人民有知的权利，你要告诉我们，你花了多少美金塞给他们口袋里面？然后结果呢？这些人是川普最讨厌的人，你还交给欧布莱恩一封信。欧布莱恩还说：“我已经交给川普了，有吗？如何证明他有拿给川普？”所以我觉得这些政治诈骗犯到处在诈骗，然后现在逼着川普自己说：“这些人是政治诈骗犯哈，拿着我的名字招摇撞骗，你们不要受骗了啊！这些人是我厌恶到极点的人。”结果里面一堆人都是，要不就蔡英文请来的，要不就是赖清德请来的，我就不知道民进党的外交部在干什么东西。人家在做内宣呐。内宣有用吗？内宣被骂得更惨，因为大家在看你们今天请来的都是川普最厌恶的人。民进党人不一定知道现在都知道了。没有这一台他们不看我们会传播出去我们可以透过新媒体我们还是会传播出去绿媒讲的是另外一种。对但是问题就在于，我觉得这简直是荒唐到极点了，把我们台湾的利益整个就这样子陷入一个困境。好，我现在觉得，不然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民认为美国会出兵这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民越来越少？也是为什么民进党的支持度越来越低？你看在南投败成什么样子？我是南投人是，对不对？你看他在南投，南投以前没有那么蓝南投虽然是蓝的没有错，但是很多地方没有那么蓝这应该是讨厌民进党，那是讨厌到极点了。我们当然知道乡亲里面已经有多讨厌民进党民进党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好，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我个人的推断川普会把拜登任内在印太地区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多边组织，全部都把它推倒。对，要不就是名存实亡。我举个例子。他把国务院的这些高阶的官员全部都解职了，而且跟他们讲你不用待到1月20号我就职在1月20号之前，所以绝大部分在1月19号全部卷铺盖就离开了。这里面都是国务院里面的高阶的这些主管，从部长、副部长一直到次长、司长，全部都滚蛋。那请问一下，在1月21号 QUAD 他们要开会了，卢比欧。那卢比欧要主持这个会议那印度的外长、日本的还有澳大利亚的外长，那么去出席这个 QUAD， 而 QUAD 当时主要的设计者、创造者，还有它里面的重要的这一些高阶的官员，结果没有一个人懂，
没有一个人在，那你卢比欧如果驾驭这个组织，而且他要不要这个组织？因为他们都在等，你告诉我，你还要不要这个组织嘛？都在等这个结果嘛。那我看起来卢比欧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话来。那不延期嘛？对不对？还是照常举行这样？还是要举行，但是问题就是要怎么举行？那大家就是先把它hold 住，然后再看看川普要不要啊。卢比欧也没把握，因为川普如果说垃圾，那就是垃圾了。国务卿会去吧？就是卢比欧主持的嘛。对了。所以只要川普说是垃圾，它就变成垃圾了。好，那澳大利亚还会问说，那 AUKUS 呢？卢比欧也不知道 AUKUS 怎么弄啊。然后石墨炮，那个。严无义他一定会问说：“那美日菲呢？还要不要？还有美日韩呢的大卫营风模式要不要？我在看，搞不好川普就说垃圾，那就全部都没有了，那全部都终结了。那当初民进党当局还开心的不得了，哎呦，我可以联合菲律宾、联合日本、韩国，然后要搞独立。我觉得这现在简直是一个大笑话。好，请教舰长。我的感觉是，民进党的外交部为什么请这些人来哦？有一句这个俚语是这么说的：饿了，什么都香，好不好？他们不来，还有谁来？谁会来呢？他没办法，所以能够来一个还算一些在国际上有点名声的人，他们都觉得是他们的一个功劳。但是我是觉得哦，川普看到，如果川普，我觉得川普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就算他看到了，你认为川普会很在意吗？他根本不在意。对他而言，他是想说，这个人来到这台湾，赖清德跟他握个手，会影响我在美国的地位吗？不会的，他完全影响不了。对像川普这样的人，你知道他最大的一个考量就是利益。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利益，你要知道他的朋友都要很担心。为什么？原来我是你的朋友，结果你现在的朋友为了利益可以把我这个朋友出卖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原来我是你的敌人。那就是如果我有一个适当的利益，我可以收买你。所以你就知道，当川普上来是他的敌人高兴，还是他的朋友高兴？当然是他的敌人高兴，他的朋友要非常非常的担心的。然后你再去想两岸谁的利益大？这就是川普眼中的台湾是举足不了轻重的。你拿18去给他买武器，我可以告诉你，对他而言也只是九牛一毛。他真正在乎的是大陆这里怎么做。至于这个叫做，我现在非常好奇川普这上来做的这么大的改革，你看他把很多人给删掉，他雇了很多他认为的人来。我跟你讲，这些大的改革在商界没问题。川普是商界出身，他大老板，就好像那个马斯克也是他大老板，他进入一个大公司，他给他删除一大堆，他就删除，他要去改革就改革。可是，在官僚体系不是这么一回事。官僚体系通常进行大规模改革的都会最先被改革掉，所以我非常好奇，美国这次川普上来，他不管联合谁，他的这种大的改革能不能够在我们的人类的改革史上塑造一个让我们从来不曾看到的一个好的结果，我是非常好奇，看看是不是能够有这个结果。至于最后我说这个尹锡悦他不是因为戒严而让他抓起来，而是因为他指使了很多人底下的人去做一些违法的事，而这些底下的人都被抓了，你想想看，他会没事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